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春节的第一天，在这里大飞给大家拜年了。今天的话，在家里拜完年以后也没什么事，等一下带我爸和我妈，然后去沂蒙山景区逛一逛，然后今天出去玩一玩。干。本来打算去爬蒙山的，然后爸妈他们之前都去过了，说不去了，不去。我们来到了孟良崮景区这边来逛一下。孟良崮园区，沂蒙山世界地质公园4A级景区，来玩人还挺多的，全部都是人。门票40块钱。看煎饼。钱也挂着，这不得错。7块钱一个。多少钱一个？7块。吃个煎饼。击毙张灵甫之地，就是这个岩洞。这岩洞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晒，就是水土流失，已经坍塌了，但是还有这个遗址。孟良崮战役纪念碑。这山上的雪都还没化来，现在已经天暖了，可能就是被树遮掩着，没有晒化。估计再等个3-2天就化没了。山下也还有。孟良崮相传宋朝的时候，杨家将在此陈兵，故称为孟良崮。孟良崮战役也是非常有名，这也是沂蒙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战役，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挺有名的。陈毅、粟裕率领部队在此孟良崮击毙了国民党的74师整编团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多钟，这车都停满了，隔壁的停车场也都停满了，都是吃完饭过来玩的。我们撤了，回家。然后路过的时候，那边还有一个寺庙，然后去看一下。到家，哎呀，折腾了一天，不行，我得休息休息。来回的话100多公里，将近180公里，差不多。妹儿，
这小羊特亲人。过，特老实，这让碰。那个就不行，一碰它就跑。妹儿，这是个小母羊，老实。哎，你看，它不让碰，那个也是。这长得挺快的，这半个月就能看出来了。上次回家还没这么大，这半个月蹭蹭长个。哎呀，喊好了这会躺下也行。喝点酒治感冒，是吧？挺好。你这把皮是用视频用啊？今天在我姑父家。你听就到哈，这关键这酒慢了哈。好，祝家庭幸福啊！好，阖家欢乐，阖家欢乐，是，万事如意，事事多挣钱啊！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对啊，好。你看俺姨夫这话，你说实话，成套。对。这那对于家里的，其实你看，俺定了，没有你老爷的身份，哪有俺的身份？对呀，嗨，大家好，多日不见。今天是正月初5，今天要整理一下装备，准备出发了。明天嘛，初6正式出发。今天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备的，还有洗衣服呀，收拾装备。冬季用的东西可能要退下来，或者是一些不用的小零部件，我们基本上也都不带了，主要是简便一点。这次出发的话，就是直接南下，前往广西。先把这些装备排起来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户外的话，一共带了多少装备。稍稍费了一点劲，我把我的所有的装备全部摊开，给大家一次性看一下。我这些年在户外，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套装，然后一直在外面骑行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些装备看着多，其实也不算多；看着少，其实这么多也不少了。先从我的电子设备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一个户外多头充电器，可以充苹果手机，还有安卓手机，还有一个普通的快充，这是普充。充电头带了3个，充电盒，这是360还有 GoPro 相机的，我一共是2部相机，电池的话一共是5块，360 2块，还有 GoPro 4块。这边的是我的一个移动 WiFi， 然后架子的话是3个，1、2、3，那边还有一个大的，一套无人机，这一块的话都属于是我的无人机配件，这一块，其实一个无人机就好几斤，已经占很多了。剃须刀，还有一些平时生活用的小剪刀，还有温度计，包括这个是户外用的打火棒。但是我一直带着都没有用过。这边的话是一个头灯，灯的话我一共是2套，一个是帐篷灯，还有一个是骑行灯。这边的话是我前段时间买的一个打气筒，户外打气筒，就是专门充自行车的。天暖的时候用这个的话，差不多能充3至4条胎吧。基本上要是天很暖的话，我估计应该充5条，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
还有一个就是1度电的一个户外电源。这户外电源的话是16斤，其实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的。但是你想一下，就是用充电宝的话，它没有那种超级快充。这个的话，正常充的话6个小时充满了。充电宝的话，可能需要6万毫安的，或者是10万的，可能要充10几个小时，就是时间比较长。这个的话就充电快一些，而且它还带这个外灯，其实这外灯也用不到，基本上就是充电用。这边的接口可以转220伏，也可以直接去充无人机用，因为带着这个就是防止无人机没电了，可以用一下。还有就是 Type C 的接口，给车打火发电什么其实都可以用。这是电子设备这一块，就是我手里现在给大家拍摄的是一部苹果手机，然后加上我的一个手机，2部相机，1套无人机，一个户外电源，2套灯，一个 WiFi， 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。然后其次就是一些充电的一些小设备。数据线的话，就是你看你自己适应。我的话差不多带了有7、8根的线子之类的，都那些。还有一个外接的，这里外接的插排，这个是必带的。有的时候你住店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外接怎么弄，你只能自己外接一个，然后去充电，因为充电的东西太多了。捆车绳还有相机挂，这是几个户外用包。这个背包的话必须要带一个，你要是停车的话，然后可能是要出去方便的时候，因为要用一个户外的小包。平时的话我都是装的，这个很少用。那个是电源包，一个无人机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小马包，可以放一些充电宝，还有一些小配件什么之类的，方便拿，就在车旁边。其次的那些包基本上都是塞在大包里面，所以说平时大家也都看不见。户外炊具的话，这边是一个卡式炉，这边还有一个柴火炉，一共是2套炉具。气罐的话，我平时都是带2瓶，3瓶的时候很少，是上次我买了4瓶，用了1瓶，还有差不多2瓶半。油、盐，还有一套刀具，就是一个柴刀，还有一个切菜用的，还有一个菜板。内胎的话，我是带了2条备用胎。然后修车工具就是这一块，差不多就这些，一些小扳手、补胎的，其实这些算起来零零散散感觉不多哈，全部加起来其实也还是有一点分量的。这是一个户外双人帐，然后加一个单人睡袋，这个睡袋的话冬季可能用不到了，不是啊，夏季可能是用不到了这个睡袋，冬季的话能用，但是这个一般是扛零下将近30度差不多吧。夏天的话我可能要换一个，这几天的话有可能还会将就着先用的。之前我还有个睡袋，然后我洗一下，然后把它发过来，这个的话就直接放在家里，但这几天的话还要用。我的另一个睡袋在我朋友那边，所以说等过段时间再说。一个户外的用包，这个就是说装一些我的这些大件的一个用包，这个是必要的，要不然就只能用麻袋去装了。平时的话其实车里都是塞得满满的，把这些全部塞到包里的话，其实一点也不少，非常占空间。其实我都是使劲收纳，我感觉我的收纳哈还算是可以的，一般看不出来我有这么多东西，但是一摊开的话一看，确实东西是不是也不少。还有就是2个前码包驮包嘛，还有一个后驮包，一个充气垫，2个防雨布，然后一个这个是锡纸垫，都是防潮用的。基本上差不多户外的东西就这些，然后2套炊具，锅子，一个炒锅，还有一个这个高压锅，其实差不多就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的话一般也就能支撑1年4季，夏天的话其实也没有啥换的，这些都可以用，就是睡袋换一下就行了。帐篷的话是一样用的，帐篷也防雨。其次就是衣物的话一般我有2套衣物。夏天其实衣物也简单，不像冬天太笨重了，其实也占不了什么太大的空间。这些装备就准备接下来的旅行还是这些。冬季的像
远处的这个小袋子，就是之前冬天的时候那个暖贴嘛，这些都不用了，包括手套，手套的话也要换成夏季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充电宝，以前的话我是2个充电宝，另一个的话就不带了。这一个的话基本上就够用3至4天吧，基本上也是一个普通的快充，还可以。3万毫安，但是坐火车、坐飞机都带不了，很麻烦。以后的话要想备，只能备2万毫安的，或者是坐交通工具，反正是得想其他办法，很难弄。还有一个这个黄色的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是一个车灯，就是晚上的时候行车的时候一个车尾灯。就是这些装备，今天的话就收拾收拾，全部把它装车，然后等一下去刷一下自行车。明天就准备新的旅程，出发广西，加油！车子全部都已经装好了，装备都已经装车。明天的话就正式出发。今天在家里休息一晚。在路上的话，可能还需要备一点东西，就是防雨的一些装备什么的。因为往南方走嘛，毕竟接下来雨季肯定要多了。冷的话也冷不大饭了，说是有点冷空气，但是也就是零下1、2度的样子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，还是做好防雨。今天下午和盖子，还有一个姐，我们本地的，然后我们来自助餐扫荡。现在来到了河东5月广场，我们吃2个小时。今天人好多。哦，都超市了。这是过完年初5，人好多呀，爆满。人家这边初1就营业了。这么多年了，第一次从011吃自助餐，以前的时候很少吃。看011自助餐这边也还可以。70块钱一位，也主要是以海鲜为主。这搞了一桌子，主要是以烤肉为主，这边不是涮的。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，哇，这商场里人好多呀！这才开始上人，我们来的比较早。吃饭的话吃了1个多小时。曾与我同行，像是在风里的声音。